喂，老侯，糟了，额头是假的，把人先带回来再说。是，带回去。走。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齐航，终于把我扳倒了。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我手下轻轻那么一推，你老婆就这么掉下去了，脖子也就断了。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算什么男人？你他妈就是一孬种！哎！啊！我敢杀你，敢杀你老婆，我他妈不信你敢杀我！法律有个屁用啊！能让你老婆活过来啊？来啊，孬种！啊！
正确的人站在这里。进来。吴书记，哎，齐院长来。吴书记，知道为什么这么晚把你叫来吗？不知道。坐。你还记得我把你调到中院来，第一次见面，对你说的什么话吗？记得。你跟他们说，哎，这小子有锐气，有刚气，啊，是个培养的好苗子。像他这样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谁？像他这样的人，我不要，我还要谁？还记得？我还对你说。只要是有利于党的依法治国理念的，有利于司法进步的事情，你就大胆干。天王老子都别怕。是啊，我记着，我也怕给您丢脸，所以啊，一直都这么做的。所以，你就真的天王老子都不怕，在齐州给我闹腾出好多事情。吴书记，你今天来是不是想批评我？啊，我不是，我是有件事情想要请教一下你这个法律专家。如果有一个男人夙兴夜寐，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自问没做过半点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可是他老婆不这样，掉进臭水沟里了。你说这个男人有罪吗？他老婆干的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他没有窝藏，没有袒护，没有包庇，没有知情不举吗？半分不知，半分未窝藏，半分没袒护，半分未包庇，也没有半分知情不举。那就应该没有犯罪。如果这个男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一方领导，他有罪吗？那也没有罪。如果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是我，有罪吗？吴书记，我知道今天你叫我来，你想跟我说什么。即使这样，你也没有罪。不过，有可能啊，你犯了一些错误，你犯了欲下不言，你周围的人啊，有可能犯了错误，导致你啊有灯下黑的这个嫌疑。你的位置啊很重要，所以呢，犯的这个错误啊，影响会很大，对党和国家还有政府带来很大很大的负面影响，是不是？我还要问你，如果以后落实了，我不是犯错，而是有罪，你敢审我吗？我敢审。好，但是我不能审。为什么？吴书记，即使你有罪了，那也是异地审判，我们齐州中院审不了你，
你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好小子，现在还那么清醒呢。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我们法官的基本素质。好小子。可是，作为一方领导，党和人民那么信任你，把这么重的职务交给了你，你对家人是怎么管教的？任由他们打着你的旗号，指手画脚、营私犯私，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使党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这就是犯罪。你说，这该不该审？可是吴书记，您已经受到了党性意识和良心的审判了。我只问你，该不该审？该审。好小子，有种！我可能要离开齐州了，但是有你这样的人在，我心里踏实。踏实，因为我没有对你看走眼。马拉松，你没事吧？小马同志，你这样能行吗？绑个石膏还到处乱跑啊！小心将来啊，真成了瘸子。牛老，我这不是学习您的老牛精神吗？虽然我现在脚不行，但我脑子还行，我审案没问题。牛有4条腿，你有吗？我可以的。马拉松。刚才传达了省委书记有关党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自身建设的讲话，希望我们市委全体常委、委员同志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深入的进行讨论。2个小时的自由发言时间，谁先来啊？国华同志，我来吧。习勇同志很踊跃，很积极，很好。等一等，待会儿有关部门有个重要决定要宣布。市委会现在休会，请省纪委宣读重要决议。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决定对齐州市委副书记齐勇同志进行党内审查。在这里签字。带走。等等。带走。
邻居，邹政委啊，来了。啊，刚才向振华对邻居和我汇报，说他有严重的违纪行为，愿意坦白交代。这事儿归你们纪检管，你们先谈谈吧。那向科长，到我们那边去吧。政委，局长，我走了。苏涵，既然你愿意全部交代，那好，把实际情况再说一遍。当警方基本得知王鹏就是杀害郑铎的嫌疑人时，罗怀公就特别的紧张，同时又觉得找新的杀手又会露出新的马脚，不如自己干。所以就让我当诱饵，让所有的线索在我这里断掉。这你也敢答应？你就不害怕吗？怕，能不怕吗？毕竟是女人，谁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事后又要曝光，但经不住他的软硬兼施，我只好同意了。那你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许多当事人都已经被灭口了。如果我死扛着不同意，下一个被灭口的人肯定是我。可如果我同意了，就算被抓了，顶多也是一个报复杀人，或者是防卫过当。可是如果让警方先抓住了王鹏，供出了杀死郑铎的实情，我就是不死，要坐一辈子的牢。那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经过详细再说一遍。罗怀公让他的司机刚秋去县里托人买了一些春药，听说那药很厉害，让我放到酒里，给王鹏带去。这2年来，我经常把请客吃不完的酒肉打包带回来送给王鹏。所以王鹏对我送去的酒肉，只有感激，绝不会怀疑。王鹏，苏总，您又来了。又给你带了点菜。快坐，快坐，快坐。你不是爱喝酒吗？我专门给你带了一瓶好酒。谢谢苏总，谢谢。你尝尝。好。我把这个先喝完啊。谢谢苏总。好，谢谢。香。好酒，好酒。那好喝就再喝点儿。好。真好。这还有菜呢。哦，谢谢苏总。哎呀，这酒真好。我再喝点啊。喝。苏总，你太美了，你太美。
你喝多了吧？要不我扶你到床上去躺会儿。你是真的喝多了。我没喝，苏苏，你太美了，苏苏，哎，你太美了，苏苏，哎呀，看我！我杀人了。不同的是，刀是罗怀公带进来的，房间里没有刀。那你们杀孔令吉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罗怀公设的一个局。从表面上来看，是孔令吉威胁到了林青和他的女儿。那这个局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详细说一下。是想通过他来要挟吴书记。罗怀公让孔令吉在澳门给吴家租的别墅和豪车，又以吴家的名字伪造了房子和车的手续，以此来要挟林青，最终让吴书记不得不出面保护罗怀公，并且逼使吴书记除掉其后。这一连都喝2个月了，再喝都喝死了。哎呀，我庆幸啊，只需要自学、自救、深刻检查，我为我自己庆幸。庆幸什么？我没挤上罗怀公那条船，要不然我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也是，别喝了，快吃饭吧。好了，最后一杯，快喝点汤。组织上认为这段时间你的态度是端正的，那么你还有什么要向组织说明的没有？我想谢谢你们，在我犯更大的错误之前，把我拽了回来。我现在明白了，我彻底清醒了。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把我之前做过的所有的事情交代给组织。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吴慎远同志毫不知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背着他做的，请你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我会为我所犯的所有错误负责。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苏涵，你现在可以进行最后陈述。审判长好，感谢法庭为了保护我的隐私，没有公开审理。我认罪，我把所有的罪行都一五一十地跟警方交代了，不管法庭知不知道的，我们暴没暴露的，我全部都说了。我希望能得到宽大的处理。我从没像现在这样轻松过。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最后，我恳请法庭能给我一个机会，能在我有生之年再让我回家一次，看看我的爸爸妈妈。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一直在等着我，等我回家。现在宣读判决书，全体起立。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苏涵自2008年进入大公集团以后，很快出任大公集团副总经理、大公集团董事长秘书，系罗怀公犯罪集团主要成员，参与了罗怀公的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鉴于被告人苏涵在侦查期间能如实坦白所犯的所有罪行，并主动向侦查机关提供了罗怀公许多没有被掌握的、不为人知的重大犯罪事实，检举揭发了被罗怀公贿赂拉拢的隐藏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为侦查机关侦破罗怀公犯罪集团的犯罪事实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243条、290条、289条、291条之规定，被告人苏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鉴于被告人苏涵在调查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酌情判处被告人苏涵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收缴所有非法所得，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被告人罗怀公，男，1983年10月25日，出生于山南省齐州市，汉族，户籍所在地山南省齐州市。被告人罗怀公，自2007年到齐州市投资办企业以来，在齐州大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被告人利用零清领导干部妻子身份的间接影响力，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先后在齐州市区低价获得11000亩土地进行高档楼盘及写字楼开发，非法谋取利益计人民币52亿7800余万元，逃税12亿6000余万元。2007年，大公集团从广东引进被当地淘汰的化工企业，投资开办江云化工厂及2家附属企业。被告人明知该企业是高污染企业，为避免责任，被告人采取隐瞒投资控股人身份，指派法人代表等手段，表面上与江云化工总厂撇清关系，实际却掌控着该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等全部经营活动。被告人为节约资金、降低成本，擅自把该企业最重要的排污工艺和设备全部砍掉，未经处理的大量有毒有害的粉尘和废水直接排放，污染面积达数平方公里。
直接受害和受影响人口多达12000多人，间接受害和受影响人数无法统计。2011年，齐州市晚报记者郭念收到群众来信，举报江云化工总厂污染情况。在多方奔走、申告无果的情况下，郭念进行秘密调查。被告人得知消息后，指使手下杀手郑铎绑架郭念，后将郭念推入废井杀害，致使被害人沉冤6年之久。2015年，被告人了解到郭念的同事记者胡白无意中得到郭念被害前的一些调查资料，即命令郑铎杀死胡白，制造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渔船杀人案。就在2018年初，郭念死因即将真相大白之时，被告人又指示郑铎逃跑，帮助其藏匿以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018年1月，法院宣判江云化工总厂污染环境罪成立，作出了限期整改，对受害民众进行了8649万元赔偿的判决后，身处幕后的被告人指使江云化工总厂撤走资金，关闭工厂，法人代表潜逃，致使江云化工总厂1000余名员工失业，数千名受害者得不到赔偿，给当地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遗留问题。2018年3月，本案另一当事人林某受到不法商人孔令吉敲诈勒索，林某向被告人求助，被告人却指示手下将孔令吉骗到齐州，并指使凶手郑铎将孔令吉的药物调包，并对其进行恐吓，导致其心脏病发作，发生交通意外死亡。凶手郑铎的犯罪线索被公安机关初步掌握后，被告人又指使另一被告人苏涵及王鹏杀死郑铎。为了彻底掐断所有的线索，被告人设计出苏涵被王鹏强奸后，苏涵又报复杀死王鹏的假象，制造了一起重大的连环杀人案。被告人归案后，拒不供述犯罪事实，对抗调查态度恶劣，面对公诉人提出的各种证据和法庭传唤的各种证人，均无法提出异议，承认事实却不肯认罪，毫无悔罪之心。齐恒，要不是当年我拿你一把，能有今天吗？为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法律规定，被告人罗怀公，你可以做最后陈述。我这情况啊，早晚都得死。被告人罗怀公，你对公诉人对你的指控还有没有异议？没有。那我们现在可以宣读了，没有问题。好，现在宣读判决书。全体起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243条、246条、277条、289条、290条、292条、234条、389条、第69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罗怀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
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犯妨碍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数罪并罚，决定判处被告人罗怀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退庭。经中央批准，中纪委决定，在罗怀公裹挟林清杀害孔令吉这个案子中，你的确是不知情，也没有任何牵连。而且，当你得知案件的详情时，你能积极主动地向上级汇报，这一点，组织上对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罗怀公以及林清这么多年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从事这些违法乱纪的活动，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竟然打着你的旗号去干这些事儿，所以组织上认定你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对，惨痛的教训。组织上呢决定呢给予你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接受。你提出的将你的行政职务一撸到底，降为普通科员的请求，不予批准。你继续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以观后效。我感谢组织保留我的党籍和公职，我都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一个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干部。
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摇曳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挣扎浪涛，如一阵去